不然的话，人家还有好多野核可以出。就是微博这边的话，今天其实野核没怎么出的，他就出了一把老虎，对吧？来看一下双方的第6把的 BP， 蓝色方北京微博，红色方佛山 DRG， 盾山一直在扳位。进直接搬了的话，直接搬看微博也用过大师了，看大师会被搬，没搬大师就是给了 DRG 大师。搬海月，那看 DRG 这边看蒙恬搬不搬？哎，搬的凯 ，DRG 应该是绝对不会玩大师的，因为要玩大师肯定搬别的了，不至于搬到凯。今天现场真的有很多乐子人，我记得在第1把的时候，就是蒙恬颠，第2把的时候也是颠，到现在还是在要求颠。我们先看阵容啊，大家不着急。5场100%胜利蒙恬，100%的蒙恬。但是蒙恬出来的话，这把微博依旧是可以配野核的。他们野核上还有飞和纳可露露。没错，苏烈大师命吧，应该是苏烈大师命加沈梦溪，就是你前3手强点就是这3个，但是3楼上可能会做个抉择，就是沈梦溪和关羽这个点。但关羽这个点打蒙恬，我感觉要拿中单了。就3楼的位置，直接做强中野辅，你到时候对抗路上还能再去补一个影。纳可露露先把野核出了，因为在这次年总啊，飞确实出场非常少，一共就只有4把，但是纳可露露一共出了15次。然后暖阳的话，纳可露这一次的年总胜率是66%。戈亚的话 ，DRG 你看这3楼到底是孙权、沈梦溪还是关羽？沈梦溪。因为上一局比赛我们看那个扳位的板子，微博就是如果你在3楼的位置不出中单，我就4扳中单。是的。就不想给早点拿到 C 的英雄，而早点在这一次的年度总决赛为队伍拿到的一血次数，我们刚刚也聊了，他的中路的位置，首先在中路的位置上，早点帮助队伍拿到了7次一血，是中路位置拿到一血次数最多的，且他的一血参与率有89.47%啊，将近90%。你给他这种节奏中，他就能够打出来。然后选了猫咪也是搬掉猫咪怕的一些中单。搬了个火舞，后面再看要不要搬嫦娥，给大司命做了一手搬位，搬了个甄姬。微博的话是把对戈亚的孙权搬了，又搬个曹操，再搬一个关羽。那其实还有个影可以用，花园保底还有个影，就只是梦兰这把他射手其实就不好打了。感觉4楼可以先把影给掏了，然后射手再看一手，射手看一手，他到时候实在不行就补一个后羿出来防你一个张良。可以。哎，他出艾琳了，先拿艾琳。其实这个英雄在这一次年总的话，还是蛮好用的，是他出马球的那一套。对，就是在你实在没有什么其他正常打对位的射手的话，掏一把艾琳，你有一个稳定的一个强度。而且你掏个艾琳出来的话，如果你要是乍一看，哎，这阵容好像在持续输出上不够，他出一个法球流，他持续伤害能力也是很强的。是的，张良还是要拼啊，微博。觉得处理不掉大师命吧，可能就来个处理大师命。还有张良加安琪拉，那这不用想了，肯定是赢了，总不能选元歌吧？不行。哎，如果你说拿元歌，你这把感觉呢？一般吧。对蒙恬感觉要爆的。是。选了个影，打3、4套技能，蒙恬血都不带掉。最后定了这个阵。其实你在出张良之后的话，一是对面已经有了苏烈，然后其次对抗路这手影也已经在5楼的位置基本上明牌了，但他还是选出了这个张良，就看得出来微博还是想把这个节奏给他赶紧打起来。因为他其实是自己有蒙恬和纳可露露，还搬关羽，就很明显他这个阵容后面是要配个张良的。来，小洛继续到你的环节了，展示专业。感觉这把蒙恬打那个影，前面肯定有线权，但是这个中野辅对抗这 DRG 的中野辅，这3个英雄第1把选出来都够打了，就是不用说了，这中野辅就是他第6把了，他还能选出这个中野辅来。然后射手有个苏烈，然后中路又有线权，那我发一路怎么样都不可能太难受，就是看你那边了。就看微博他们这边张良追4级的速率。然后看看能不能快一点把4级追上来，然后来打第1波张良的节奏。但是这局比赛纳可露露的野区还是很重要的。看前面这个纳可露露能避战到什么程度吧，就看他刷经济能刷成什么样。因为他这把其实不是很好刷，只能先吃边路。他中路想吃线的话，肯定是非常难受的。要掉状态，他只能中路过后线。上一局比赛微博其实一直在做 B 站，避到了3高全掉，然后出来拼了一波龙团。
然后拼下来。但这把纳可杜鲁其实不需要逼那么久，因为总的来讲他还是有个大蒙恬在这里的。然后在正面要处理大斯密的状态，他还出了一手安琪拉。但是 DRG 的这个阵容在拿到很大优势的情况下，推微博这个阵容其实推起来会比较容易一点。沈梦溪消耗太猛，然后大司命苏烈就往前那么一顶，你拿他没什么办法。好，那么双方的第6局阵容已经确定完毕，接下来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今天这场 BO7 关系着胜者组决赛的第1个名额，他到底是颠还是不颠？颠不颠？今天现场也来了非常多的观众啊！这个圣龙杯对于2支队伍来说，要去触及它，要去到鸟巢这个神圣的场地。但是如今的他们在长沙，在胜者组的位置上要3步走，而接下来对于微博来说，这一局如果赢下来，他就差1步了。而对于 DRG 来说，把比分扳平，巅峰对决，大家来到同一起跑线，一切皆有可能。这场 BO7。关乎着350万的奖金，也关乎着究竟谁能够距离鸟巢更进一步。这场 BO7 的第1个赛点，是否会有第2个，我们不知道。但是今天的2个队伍的状态已经顶满了。来吧，进入双方的第6局，蓝色方北京微博，红色方佛山DRG，我是9号瓶子，我是杭州这位小罗，我是9肉黄超。看开局，看暖阳还是先来了中路，对，先看了一眼，吃不吃线我先不说，我先来看一下。但是啊，这个蓝是肯定要被反掉的。对，婉婉一个人进到了蓝区，这时候没有人可以帮他做协防，影也在盯这个蒙恬，没办法，DRG的中野辅强度太高了，是你有个野区保底是要掉的。你如果跟他对抗，他就跟你打，他顶着野区的羁绊都跟你打。对，就是放弃了下路的资源来反个蓝嘛。那第2波野区你再进来的话，蒙恬就有大了。是的，我感觉微博应该能接受。看上路这个1分钟是谁的？双边资源如果都拿到的话，只掉一个蓝 buff 的话，微博能接受。对，不亏，经济绝对拉不开。暖阳的经济只要能够在前期保障住就好了，因为这把我们其实一直在聊的就是关于他这个纳可杜鲁的发育嘛。然后的话就是反完蓝之后，就是你是对位不上纳可杜鲁的一个路线的。因为你还要处理自己家的野区啊。然后下一波你就不好进了，因为子墨已经马上4级了。没事，下波可以试试直接往红区那边打，反反小野。婉婉9库的位置，婉婉年总的大司命胜率是100%啊，4把全赢了。这波是先刷红，婉婉进来看一眼，给个1往生图。拼惩戒的话，感觉应该是拼不过暖阳的。因为毕竟现在4分钟还没过嘛。哎，婉婉，打完了之后，这波能跑吗？赶紧交1撤回去，还好往生图好了。9库被动也保住了，但是梦兰这个位置被门夹了一下，赶紧过来做个拆火，打出了梦兰的一个闪现。9库和梦兰双闪全交了，而且这个双闪交了，哎，沈梦溪闪现也交了，3闪都交了。那 DRG 很亏，这波进攻打的巨亏。是的，而且这样子野区速率也要被纳可杜鲁拉一些。关键选手婉婉在这次年总100%胜率的大司命对阵到暖阳的纳可露露，也是伴随着他职业生涯一路走来的英雄。他初登 KBL 的赛场的那2个赛季，就用这个英雄拿到了自己职业生涯在单局的最高击杀，而这个击杀也是目前现役选手当中的最高。下波也去 DRG 就不好进了，这缺个闪没打好的话，进去出不来。
正常在河道位置拼波龙团。那第二季他好像还是要试一下，对，还想进去试一下，就不能一波不成就怂了。主要是自己家也没野区。看这把的预测情况，更多的人看好佛山第二季。前期的阵容强度足够高，但这个红还是没有能够反掉。但是这波打出了暖阳的一个成绩，是知道信息的。蒙恬要绕后了。蒙恬过来了，影没办法盯他，顶上去，苏烈给了个拆火，跟他对顶了一手，没有让他顶到自己的后排。不过蒙恬前期还是特别硬的。切个方圆阵在龙坑里，但是婉婉还是把龙拿到了。子墨在这个位置再捅，苏烈被打出了被动，队友点灯站起来，但是子墨得回去了。下路感觉要受波压力。安琪拉和张良这波打退沈梦溪了，打退沈梦溪的安琪拉和张良可以过来防守一下。是，那下路就没有压力了。对，而且这段时间里面，因为纳可露在龙团结束之后，直接是往上还过线，家里面蓝区也全都在。哇，这波暖阳经济可以吃得很肥。哎，听月跟梦溪这一波留红草还是很刁钻的。对，他知道第二季接下来的一步动向是要往下施加压力的，所以卡那里的话去断你一个想要从自己红区横插到下路给压力的一个。是的，这波还是挺关键的。如果没有打掉状态的话，下路感觉，毕竟张良没有大招了，我感觉下路塔可能会掉。是的，只要沈梦溪过去丢几颗雷，把状态压低一下，这个塔就能推了。苏烈现在没有被动，得小心一点。张良捏安琪拉跟2-1大交出闪现往回推，纳可多补了最后的伤害，带走再来一个一技能接个小马补攻，收掉了早点，但这一波营业过来了，直接跟上伤害，爆掉了小麦，在自己这个位置能不能走得掉呢？虚拟猛击捅一枪，子墨带走了花园，剩下婉婉的大司命在这儿。最终这波团微博冲上来打了波奇袭1换3。微博趁苏烈被动没好，沈梦溪没闪的时候，这波越塔就越得非常果断。然后刚才婉婉后续想过来跟影打配合一起进去再冲一波的时候，又被安琪拉一个2技能给打的原地罚站了，感觉要被留住了。这位置是可以留一下的。蒙恬顶一下，再顶一下。拆火，是的，但还在往前追，不过太远了，留不住了。这波把红区也守住了，那这完全就是已经打优了呀。因为第二季这个阵容前期优势啊。可是微博这个局面，他们是经济优势啊。对他现在在看纳可露露这里已经5000经济了，高大司命1300。现在就看，如果等会把大司命再弄死一波，感觉就是很难再进行下去了这游戏。对，回看这一波团啊，就是梦溪的一波奇袭。然后影是进去直接跟戈亚爆了，但自己是出不来的。对，大司命后面赶过来也想打配合，直接是被安琪拉2技能控了一下。就是完全记住了九库他是被动没好的。主要是如果这个优势局面的话，蒙恬的经济不受影响，然后纳可露露经济会奇高无比。如果要是个军事或者个小逆风，那么蒙恬的经济受到影响，他正面可能会扛不住，才能够保住纳可露露的高额经济。好像要卡中左位置了，直接开了大招。蒙恬顶着。但是艾琳和沈梦溪这波就是想守上路防御塔吧，因为中左站不住，上路影就不敢推塔了。开奔狼往前追，影留了个草，回头跟队友先汇合，回头蒙恬反打一波，苏烈这波大招没拍好，影被先打出了个大招，然后正面苏烈被打出了被动。是的，队友赶紧过来点灯，想救下九库，接回来了，九库没倒，打了一波5-5开，还好没减员。是的，这波不过这波微博还是小赚一点。对，这波的话，花园是一开始挺细节蹲了个草，然后微博是想要去一个奔狼冲他，想拦上对，但是没拦到。然后眼看着花园一副要跑掉的样子，然后安琪拉听月这边技能非常准，一套直接给花园大招打出来，然后把战场定了一下。是。然后因为张良他这个大招后面省下来了，第二季他这里大司命就算是个满装，他也不敢去追了。哇，听月是神出鬼没的。后面这2分钟九库没有闪现，第二季是没有啥主动先手的能力的，但是梦溪还有闪。是的。现在就第二季的这个视野的话，得一起来排草。蒙恬先开大招，准备打这个8分钟的龙了。感觉第二季这波如果要来的话，我感觉微博会开团的。
直接选择给了。8分半的龙被微博拿到。需要等一个苏烈的大招跟闪现跟被动。哦，有大招，看错了。苏烈现在是没闪的。是的，得等个闪跟被动。7300了，不是这个经济的话，到10分钟他得到8000以上啊，分均经济800块以上。我感觉这时候如果把经济全都集中在花园身上的话，10分钟是能够微博拼一下的。花园现在是6500，让花园这段时间去多吃点，10分钟 DRG 必须得跟微博拼了。本身微博的阵容就是后期会更猛一点的。哎，安琪拉被打到了残血。但闪现没被打出来，这边想上去突破一下蒙恬，继续往前追击，交出了闪现，但还是跟着拍，一波起火上去就找梦溪这个位置一丝血，最终回头反捏，但还是倒了。蒙恬这波过来顶到了3个人，在旁边安琪拉直接补伤害，但纳克多鲁跟戈亚赶到了，上去先动手处理到早点，或者再给个一技能继续追击，打出了自救被动引这波开大招，跟队友一起赶紧把灯点起来，救一下苏烈的回退，但是好像微博还想继续追击，纳克多鲁扑进去之后2技能退回来，但是在旁边的艾琳也一直在带着红 buff 一直粘人。小麦状态也不错，最终双方打了波1换1。这波技能拼了也挺多的，不过这样子打下来还是微博赚，没错，因为苏烈是很吃闪现跟被动的。这一波的追击只打掉了梦溪一个掉点，然后还做出了把自己家的中单还掉了，然后接下来的这波10分钟的龙团。又回到了我们一开始讲的那个画面，就是他没被动没大招，没被动没闪现，只有一个大招。是的。开本狼，蒙恬冲上去，先挤人，保着队友，先拿这个龙。龙拿完了之后，花园的位置站位站好，但被安琪拉一刀直接拆出了大招，然后回头再起火找9库。听乐，他在这局比赛这个安琪拉哦，单防花园了，把花园给防死了。对，让这个影没有办法从身后位给到威胁。本来按当前的那个形势来看的话，DRG 这边战斗力最强的其实就是这个影。只要正面把技能吃完之后，影进场是能够把没闪现的像什么张良和安琪拉全都收掉的。就是刚刚那一波龙团的画面是子墨把正面顶住，安琪拉听乐把身后位防住，在这种情况下，暖阳就可以很轻松的拿龙。是的，是的，而且就算拼闪杀线的话，鸟人也更好拼。对。DRG 清楚的知道自己的这个阵容的强势度、强势期，以及不能让微博的哪几个点强。好像在摸龙啊，悄悄换主宰，还没有被发现，发现了，看到了啊！苏烈续大招过来，想直接拍大招拍2个，这波影直接跟过去，那一个挥月化险为夷，但是队友过来之后把龙给拿了。看子墨的位置，感觉想留人，想要强打这波团。放了，走了，中路理了波线，然后刚好也去刷新，纳克多鲁直接进蓝区了。反了一组小野，一个蓝 buff，1万块钱的纳可露露，12分钟的时间。纳克露露在绕后，是戈亚先给黑沙爆弹上去打前点的第一波消耗，纳可露露之后扑过来直接进人群，然后被控了一下之后连控到死，软阳直接没了。蒙恬过去，虚拟猛击捅出了一个苏队的被动，队友给点的直接站起来，往前追击，看能不能留人。微博已经退到了自己的野区后方。这波梦蓝是展现了一波 AI 闪，没有让暖阳绕后瞬间要扑他的时候，梦蓝一个闪现把伤害躲开，然后把自己拉到了一个很好的输出环境。下路这波刚好是双龙兵进来，感觉下路高地应该有了。这摩西这颗雷效果一般，但是龙兵进来了，感觉 DRG 可以试试看能不能再打一个吊点，把下路的高地给推掉。微博没有应手啊。这一波打完，经济全部拉平。但这个蓝不好反了。这刚刚那一波团战是戈亚上去之后先打了一波，但是实际上你的蒙恬没有在那个位置落位。是。然后同时纳可露露绕过去的话 ，DRG 一个回缩。纳可露露就是一个脱节位。其实当时微博他都是为了去把人往纳可露露那个绕后位置上赶的。对。
就想试一试，然后让暖阳他利用他这个高经济直接去秒 DRG 的脆皮。但那个时候的九库的技能是全技能，你如果纳克杜鲁扑进去了，他没扑到就必死。对啊，然后后续九库一顿拆火，还有沈梦溪的一个22，是正好刚才那波让 DRG 可以把经济，这里尤其在花园和梦蓝这2个点上面把经济给补起来，这样的团战就有一战之力了。又绕了，这波 DRG 赶紧抱在一块儿，他看到戈亚往前顶的这个画面跟刚刚很像。梦蓝这波闪现还有几秒钟才好，这个时候 DRG 要稳一点。梦蓝直接换出了一个护甲鞋，但是被纳克鲁鲁还是贴到了这个护甲鞋，还是阵亡了。不过暖阳这波扛了一波输出。看后续，花园还有全技能的。对，花园有大有闪，他在等机会。暖阳是把名刀穿在了身上，上去直接跟梦蓝对爆。感觉微博这波摸龙可能有点危险啊。蒙恬大招也要没了，看能不能秒掉龙，秒完龙能走还可以。安琪拉把龙拿下。刚才秒梦蓝其实时间卡得很极限了，已经，因为梦蓝闪现快好了，就差几秒钟。而且梦蓝那一波已经把护甲鞋穿身上了，如果最后一波暖阳的那个1技能没有命中到梦蓝的话，梦蓝就活了。是的。来回看一下这波在2塔草蹲好，梦蓝一个人在后方开大招，最后一个1技能追了上去，有点极限了。梦蓝这把也是非常赶的，面对一个纳克露露，他纯输出，这种也就只有纯输出才能把这个局面给顶住了。因为他要伤害啊。但凡出一件肉装，在前期这么劣的情况下都没办法拖到这时候。你说他不出输出，这大蒙恬顶在前头，你打都打不了。对，只有这种纯输出装才能把这个局势现在控制的比较僵持。都是有博弈空间的。这是顶着很大的压力啊，毕竟这一局比赛是微博的赛点，他们如果输了就要掉到败者组，去面对广州 TTG。暗影主宰被微博拿下，冲侧翼拍打过来，给个拍到了张良，张良回头给一个大招捏到了影之后，自己加入闪现，然后辉月，然后正面的华爱凌直接被冲死了，回头反包夹，处理掉了张良。对，处理掉张良之后，影这波回头想反包，但是被顶了一下，有机会收割，这波应该有点无敌。戈亚在这个旁边，什么就给个雷炸了一波，又是安琪拉，又是2技能啊，命中到了花园。纳克杜鲁扑进去想追击，但自己状态不是很好，留不住了。2换2，我真的听月这个安琪拉这波团战立大功，他先是一波技能全部打在梦蓝身上，让梦蓝丧失战斗力，然后在后续影要进行收割的时候，又一套给他带走了。听月从上一局比赛的女娲关键抢龙王大翻盘，拿到 MVP。似乎也让他自己完全点燃了。现在就回到了5-5开的局面，大家闪现都没好，然后都破了一座高地。等一波黑豹团拉扯一下，把闪现拉扯完，然后再拼一波团战。冥河摆渡，冰贵神速。安琪拉先给技能，蒙恬在顶草。下路有龙兵顶线的话，DRG 的下路虽然是破掉了微博的高地，但是他们自己的高地也没了。影直接看到纳克路追着摸一套，纳克路直接先走。我线理完了。纳克露露先回头摸龙，这波龙团可以拉扯一下，上路线比较好。DRG 要回去处理兵线的，上路的高地可不能再放了。对，DRG 想保高地了，这个龙就不拼了。感觉又是一把20分钟的对局。
因为这句话好像听了好几遍了。是，因为这两个队伍确实是在这次年度总决赛啊韧性极强的队伍，就他们赢得快，但他们输得慢，很难把他们一波打死。这上路高地估计是守不了了，要不要冲过去？张良给个门，戈亚撒个大，哇！又是听见，感觉想打一波了呀！夹缝当中把技能塞到了梦楠的脸上，把梦楠给秒了，有点神了。中路可以强拆了，兵线也跟过来，3高全破。这时候张微良还有大的博现在只剩下推掉一个水晶，感觉张良后面被拆火，大四妹复活先交，闪现出来，张良还可以。苏烈这波顶2个，但是好像没有人又引这波进去直接爆，但是小麦有复活，再 A 一下也打出了个复活，微博全是复活甲。但第2季的话他没有掉人，把微博的复活甲全部打出来之后自己退了回去，守住了微博的推进，拖到木兰复活了。是。这波花园在侧面把伤害打满了，技能也吃完了。现在变成了第2季被迫3高。上一局比赛是北京微博被迫3高，微博在上一局完成了翻盘，现在就看第2季了。感觉又想拼龙，是。看引的位置，纳克鲁直接去扑引，张良回头给个捏，捏完之后纳克鲁再低头爆发，但已经开出了大招，再给点个天球上去之后直接回头反打，昨天再给大招直接拍住了。暖阳的一个复活甲站起来，大师们直接给大，把暖阳给处理掉了，但九龟这个位置也阵亡了。梦兰在以队友的掩护下一直输出，看龙能不能拉脱。沈梦溪一丝血，这样的话第2季还是不能秒龙王，感觉还要打团。感觉可以这边3个人先挤出去，但是花园现在完全可以处理掉梦溪和暖阳对他的2打1，他现在已经把复活甲穿身上了。雅纪直接绕个上侧，先拉龙头。现在兵线还行，僵持的。戈亚刚刚是漏了视野的，在下路。不过鸟人很快就会来了。对，苏烈也跟了过来，感觉还是要拼成。九库马上有闪了，不过直接顶了上去。在旁边盯了一下，再来一枪，没有打出来。A 闪打出了复活甲，按起来直接给211一波把梦兰给处理掉了。就看后面花园把戈亚给切了，是小麦也阵亡，按起来再丢人枪头，又把婉婉的大司命给收掉。看后续，是的，纳克露露过去先处理正面，蒙恬在顶，早点回去了，隐在这个位置直接开瓜，打掉了一个张良。正面是一个2打2，然后在塔下是个1打1，兵线清掉，蒙恬直接退，还能试着追一下吗？想要包过来，不过这边想秒龙王，花园回头了，不去追蒙恬，直接来正面，不能追，不能追，不能让他们 run 这个龙。微博他是打野活着在的，这样要等复活，再等下一波了。天哪，这2局比赛啊！这就是年度总决赛，胜者组的半决赛的争夺，要去争夺今年年度总决赛的胜者组决赛的门票，这还没到去争夺到鸟巢的门票，这才是第2步啊！紫梦蒙恬太硬了，梦兰打都打不动，我看了。看花园这一把也是倾尽全力的打伤害。是的，上把在我们没看的视角里把小麦单切了，83000的团战伤害，但这个英雄的团战伤害均值只有36000。我看微博这边有点想去护纳克鲁鲁断线，这波想趁鸟人来不及秒 run 龙王，但 run 的有点慢。但是正面想去突破花园。怎么说？如果花园顶不住的话，他如果阵亡，中下有兵线的，直接一波集火把花园打出了大招，站起来之后再来一波，下路有兵线。没想到明修战到暗度陈仓，北京微博拿下这场 BO7，让我们恭喜北京微博。